Hello， 我是头马。现在的时间呢是4月20号，距离我确诊的时间算有5天了。今天出现的身体状况是胸闷，咳嗽的时候是有点喘的，这是前4天没有的一个状况。随着台湾 Omicron 病毒的侵入，越来越多人开始确诊。政府单位非常的措手不及。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如何在家里居家防疫的自救。如果你也确诊了的话，或者你有家人已经确诊，这支影片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。其实我自己搭过，基本上吃不太出来有温泉。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，现在头马的位置呢是在。Hello， 大家早安。现在的时间是4月18号早上9点17分。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的生活呢也搞得有点乱七八糟的。最近政府也有规定打疫苗这件事情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。在4月17号昨天的下午呢，我有收到有跟主机者重叠简讯的通知，所以我晚上的时候有去做了快筛，结果在这边。大家应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没错，我确诊了。对，目前的状况呢，就是只有干咳。我刚刚呢，已经有先打电话给防疫卫生所，建议我呢，现在带着快筛剂，还有快筛的戳棒的那些垃圾，切记，千万不要再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必须自行前往，直接到就近的医院去做第2次 PCR 的检测。现在我已经到了医院里面，刚刚卫生局说我们要先去急诊室。现在的时间快要12点了，然后来的话一定要先排队，你的健保卡跟身份证一定要带，然后也领了一些药。我还蛮意外的，人真的非常多。整个流程你先确定你是阳性之后，我光排队就排了快1个小时。然后才拿到有很多贴纸，问诊间那边他会先帮你分流，你是有没有症状，还是只是收到简讯通知这样。费用的话，如果你是单纯做 PCR 检测的话是300块，然后因为我有咳嗽的，所以他有在给我咳嗽药，我就是付600块这样子。那结果的话，人真的太多了，必须要等到今天晚上看一下，最快的话是可能明天晚上会有结果。4月19号一样上健保快一通。结果答案已经出来了，目前就是阳性的状况，家里等待卫生局的电话，可是一直等都没有等到任何电话，因为人数暴增的关系，建议大家在还没接到卫生局的通知之前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就是自己在有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。下午3点的时候呢，有打到1922，其实非常难打，几乎都满线的状况。得到的答复呢，就是我们在网络上查到的那些资讯，最终它也是要我们等卫生局的通知。到了下午4点的时候，附近的警察局打电话来，就开始做疫调。在这过程中已经都有写好我这几天大概去了哪里啊，我跟谁去啊，所以疫调的过程都还蛮顺利的。接下来5点半采检的医院又打电话过来，跟我再确认一下目前的居家环境到底适不适合在家里做隔离，或是你必须要到防疫旅馆或是检疫中心去。因为我在新北市，请我去下载新北市健康云 iCare App。那利用这个 app 呢，它可以追踪你的健康状况。接下来它有给我区公所电话，如果你有任何的物资上需求啊，或是垃圾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你可以打电话去给。现在的时间呢是4月20号，距离我确诊的时间算有5天了。今天出现的身体状况是胸闷。咳嗽的时候是有点喘的。经过了这1个礼拜，台湾的疫情突然暴增，市面上已经买不到快筛剂了。刚刚有看新闻，接下来的快筛剂应该会都采用实名制。我有一直打电话，192卫生局，你非常的难联络得到，所以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只能自救。现在的 Omicron 大部分都是属于轻症状态，所以在家里隔离呢是最方便的。加上防疫旅馆是加强版防疫中心，能量都已经不足了，甚至我看有些朋友呢，必须要跟陌生人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相处了10天，任谁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，所以居家隔离非常的重要。
居家隔离的条件，除了一人一室之外，是最好自己独立的卫浴设备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共用也没关系。照顾者呢必须戴着口罩，再准备手套、消毒水啊，或者是漂白水，把该擦的擦一擦。这期间去买一点基本的物资啊，或者是如果你在市区的话，快速食物平台来解决你用餐的情况。那自己准备药物，除了有止咳剂啊、普拿疼，或者是平常吃的维他命 C 啊，或者维他命 B， 都可以提早做准备。刚刚的这个消息就是台湾的新冠1号，听说如果你也是确诊者，然后透过视讯的问诊，就可以免费得到这个药品。其实确诊你的心理压力也不要过大，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不想要自己生病，所以千万不要自责。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先打电话给自己的家人，接下来就是确认公司的情况。比较庆幸的是，我身边的同事还有照顾我的朋友们呢，还有家人，目前他们都是阴性的状态，都是没事的。多少呢还是会带给身边的朋友会有点害怕的感觉，不过真的不要害怕，戴口罩啊、勤洗手，这些都是大家基本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是确诊了，接受它，保持心生愉快，多喝水，多休息，一定可以康复的。其实我们要先认识病毒，它有4种蛋白质的成分，而我们所打的疫苗呢，是针对病毒表面的 S 蛋白所制造的，也就是棘蛋白。你感染到的病毒呢，所带有的会是 N 蛋白，也就是消核蛋白。这个消核蛋白呢，是在疫苗里面是取得不到的，所以当我们的人体呢有了 S 蛋白再加上 N 蛋白，是如果你对抗成功的话，身体的免疫力系统是大大的提升。往好的方面想，其实这次得到了 Omicron， 等于得到了免费的抗体。这个抗体呢，其实比打更多疫苗还要重要。反正世界的趋势就是这样子，生命自然就会找到出路，我们都要好好的。感谢在脸书啊或者 IG 上面关心我的朋友还有家人们，然后大家都非常的热情，很多人都说可以送物资过来。最后还是要感谢这几天在外面一直照顾我的好朋友们，我知道大家其实压力都非常的大，因为面对这种还不太确定的东西，大家一定都是非常的措手不及，非常的慌张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，我们就一起来想办法来面对这件事情。跟病毒共存，在台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希望这支影片对于大家会有帮助，在家先做好居家隔离的准备，也许未来的1个礼拜、2个礼拜都有可能会碰上。好，我是头马，等我痊愈之后，我们下一个城市见喽，拜拜。当下午4点半的时候，终于有接到卫生局职工打来的电话，我们就是要等到采检日后算的10天再去验一次，最后还是要依采检医院去卫生局登记为主。确定的是他会寄防疫证书给我，不过他说目前只能用邮寄，原本说的简讯 PDF 好像还没有处理好的样子，那我们就静候等待咯。